如果一个人曾经背叛过你，后来又回来找你，你心里大概会卡在一个地方，不是还爱不爱，而是这一次会不会不一样。你可能已经听过很多答案了，有人劝你留，有人劝你走，但很少有人告诉你这类关系的真正问题出在哪里。咱先说清楚一件事儿，在这种关系里，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你还爱不爱他，而是那件事已经发生过，却没有真正改变任何东西。因为关系不是靠感受运转的，而是靠结构。一旦一个人可以越界回来，继续被接纳，那么这段关系就已经向他证明了一件事：这条线是可以践踏的。很多人会把他回来了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信号，但回来只能说明一件事儿，他不想失去你。这和他是否真正理解自己做了什么，是不是愿意承担长期代价，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儿。如果一个人真的改变，他不会只谈感受，而是会接受一件更不舒服的东西——后悔。你可能没有意识到，当他回来而你选择继续时，关系里会发生一些非常微妙的变化。你开始变得谨慎，你不太敢再像以前那样表达不满，有些话你会在心里先说一遍，再决定要不要说。不是因为你突然成熟了，而是因为你已经知道这段关系是可能失去的。而当只有一个人在时刻记得会失去，这段关系就已经不对等了。很多人会问，他都已经看到我这么痛了，怎么还会再犯呢？答案其实并不复杂，人不是靠后悔而改变的，而是靠代价。如果一个人的经历是伤害你、道歉、被原谅、回到原位，那他的经验是这条路走得通。这不是道德判断，而是行为模式。真正的修复往往不是一个让人感觉更好的过程。如果一段关系真的要从背叛中活过来，它一定会经历一个比背叛本身更难熬的过程。因为修复意味着几件不舒服的事情同时发生。第一，关系不再以维持为目标，不是为了少吵架，不是为了看起来还在一起，而是重新判断这段关系是否还值得继续。第二，那个犯错的人必须接受自己会失去某些位置。信任不是靠道歉恢复，而是通过承担后果慢慢重建。在一段时间里，他不再拥有理所当然的安全感、解释权，也不再被完全相信。第三，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，你不再负责让关系好起来。很多修复之所以失败，不是因为原谅太早，而是因为那个被伤害的人太快又回到了照顾关系的位置。你一边在疼，一边还在犹豫，这样会不会太冷？我是不是要求太多？但真正的修复往往发生在你不再急着维持的时候。如果所谓的修复只是你继续理解、忍耐、包容，而他只是反复保证不再这样，那被修复的不是信任，而是一个允许伤害继续存在的平衡。所以问题也许不是他会不会再犯，而是如果再发生一次，你还会不会站在同一个位置上？很多人真正害怕面对的不是他的选择，而是自己的。你已经看过一次这段关系在你心里是怎样被重新摆放的，你知道那种感觉，你只是不确定自己还要不要再走一遍。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但如果你已经开始认真思考它，那至少说明一件事儿，你不再只是想被留下，你开始在意自己站在哪里。